虽说后来你也挺主动的，但男人嘛，正常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闻言，蓝忘机面色愈发难看，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昨夜我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他刚刚说什么？魏无羡瞪大了双眼，你不记得了？见他一脸茫然难以置信，蓝忘机道：我只记得自己不胜酒力，随后睡了过去。睡了过去？哦，睡了过去，所以他其实那会儿是醉着的，所以他其实什么都不记得。怎么会有人是先睡再醉？这可真是太好了。魏无羡从昨夜起那点不安瞬间一扫而光，浑身那股子浪劲儿都找到了用武之地，宣泄之法。一挑眉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比出2根手指，捏住他广袖的一角。韩光俊，昨夜你好奔放啊！蓝忘机素来面无表情的神色烈了。魏无羡朝他眨了眨眼，故作神伤地继续道：昨夜我如何？你硬拖着我玩你追我赶的游戏，虽说是我先开口要玩的，但你怎么能那样呢？我都说不要了，你还不肯停。想不到蓝二公子平日里那般正经，不愿和我们打打闹闹，心里却对这种游戏欢喜得很。蓝忘机收回被他扯住的衣袖，面无表情道：并未。姑苏蓝氏办事效率非比寻常，不出2日便将温情一枝的去处归置妥当，连他们来了之后可以做什么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离金陵的满月里只剩不到5日的时间，魏无羡便火急火燎开始着手准备销毁阴虎符的事情。阴虎符铸造不易，要销毁更不易，只能一分为2分次解决。以魏无羡目前的状态，也只能销毁一半，另一半就得靠姑苏蓝氏帮忙了。因此，想要销毁，得先分符。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的后山寻了一块平坦之地，先是以朱砂画了个增幅法阵在外圈，随后以符箓为连接，咬破食指以血化阵，在内圈画了一道镇压法阵。待一切准备妥当，他跳出阵外，将阴虎符丢进早已准备好的熔鼎，鬼笛一转横于唇前，呜咽而凄厉的笛声顿时飞扬于空中。笛声一响，阴虎符内的怨气被牵引而出。蓝忘机见势盘腿而坐，忘机琴横在膝上，指尖轻拢慢捻间，有零零琴音缓缓流动，配合着笛声压制度化，正是安息。熔鼎由灵力供给保持温度，12名蓝家弟子负责煅烧，依照魏无羡指示的站位将熔鼎团团包围，另有12名弟子在其身后，每一时辰一轮换。整个煅烧过程持续了整整1日，直到第2天的正午，熔鼎内终于传来一声闷响，魏无羡精神一振，笛声愈发急促高亢。得了指示后，众位弟子齐齐加力，鼎内温度陡升，半刻后传出一声清脆的碰撞，半块阴虎符被拖引而出。魏无羡笛声斗转，操纵怨气将阴虎符送入阵眼，喊道：阵起！唰的几声，那半块阴虎符被6根琴弦缠了个结实，6位长老脚下一转，分别踩在符箓的6个连接点上，手中握着琴弦的另一端正是弦杀术。魏无羡闪身进入阵眼，盘腿而坐，以血作杀，在符上画下好几个符箓，随即以心神压制其中暴涨的怨气。销毁阴虎符时，势必会引起心神受损，导致凶尸失控，这也是魏无羡不在乱葬岗销毁的原因。云深不知处境内是断不会有邪祟凶尸存在的，也少了他被反噬的危险，却免不了有些寿终正寝的尸骨埋藏于此，受怨气牵引，尽数钻出地面，整个后山一时满地白骨生花。蓝氏双臂一同出手，琴音共箫声齐飞，将满山萦绕的怨气镇压而下。此刻变故陡生，一名蓝家弟子突然奔向阵眼中的魏无羡，他站的位置离法阵本就不远，乍然发难，竟没人来得及阻止，被他在法阵上画出一个缺口。法阵被破坏，站在连接点的长老遭受阴虎符反噬，纷纷一口心血吐出，瘫坐在地。那人得了先机，一掌拍向魏无羡，
就要去夺他手中的半块阴虎符。一道湛蓝色的剑光闪过，那人不得不暂避锋芒，侧身一转，翻落在地，脚尖发力向前一冲，直直对着魏无羡而去，看样子是打定主意要阻止他毁掉阴虎符。蓝忘机见状，面色一冷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抚琴，一攻一控，两面夹击。蓝曦臣脸上的温和笑容也消失不见，神色严峻，手持朔月，唇中诵气，箫声沥沥，不多时便将那人擒住。其他蓝家弟子终于反应过来，缚仙索一出，将那人捆了个结实。可现在却没人有心思去管他了，众人只听见空中一声巨大的炸响，随后是蓝忘机厉声的呐喊：魏婴！魏无羡在醒来时，只觉得脑仁炸裂一般的疼，五脏六腑如火烧一般，浑身上下没一点爽利。他睁开眼聚了聚神，发现自己躺在净室里。魏无羡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岂有此理！毁个符还有人来捣乱，存心跟我过不去，这真是没天理！差点把小命提前交代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！这也是没办法，没了法阵和长老的加持，那半块阴虎符被压制的怨气重新暴涨，魏无羡刻在上面的血色符箓也变得若隐若现。他只得咬咬牙，重新拿起陈琴横于唇前，几乎是透支心神，压榨这具身体仅剩的潜力和生气，好不容易才在紧要关头将那半块阴虎符给碎了。魏无羡喃喃道：果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他正琢磨着那个突然闯出来的蓝家弟子究竟是何身份，净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抬眼一看，恰好对上蓝忘机那双布满血丝的眸子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魏无羡问道：蓝湛，你怎么了？没休息好？话说我睡了多久？还有那个捣乱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见人醒来，蓝忘机不由得松了口气，听见他这噼里啪啦一大堆问题，不禁又皱了皱眉，旋即想到什么，面色愈发难看起来。他几步上前，在榻旁坐下，几乎是用尽全力强忍住将人搂进怀里的冲动，颤抖着问：魏婴，你如何失了金丹？夷陵，某座深山脚下。这座山郁郁苍苍，翠峰灵秀，山顶被云雾缭绕，却有几分仙气，只是离世人心目中的神山还是有些差距。江澄这几日一直疑神疑鬼，一会儿怀疑魏无羡是在骗他，一会儿怀疑他小时候会不会听错了或者记错了，一会儿又担心到底找不找得到。现下到了山脚见着这仙山，江澄不禁又开始怀疑起来。这真的就是豹山散人居住的地方？魏无羡肯定道：绝对就是这里，我骗你有用吗？骗你让你高兴几天，然后打击更大。类似这种对话，这段时间已经在两人之间出现过许多次了。江澄想了想，是这么回事，见他一脸笃定的模样，忐忑的心安定了几分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情况也不能再糟糕了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魏无羡停了下来，他摸出一条布巾蒙住江澄的双眼，手晃了晃，确定他是真的看不见后，递给他一根长树枝。好了，到这里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上去了。魏无羡拍了拍江澄的肩，再三叮嘱道：千万不能睁开眼睛，山上没有猛兽，宁可走慢点，摔倒了也不能拉下布巾，绝对好奇不得。记住，咬死了说你就是魏无羡，问什么你都知道该怎么答吧。江澄点了点头，挥了挥手朝山上走去。魏无羡道：我在之前那个镇子上等你。语罢，他看了一会儿江澄缓缓挪动的背影，转了个身，走了另一条山路。这条山路与江澄走的那条隔了个不大的林子，且地势更高，透过层层树影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状况。魏无羡和温宁一路跟着江澄，见到他一路登顶，经过一片石林，绕了快半个时辰才走出去。随即有钟声响起，江澄警惕地举起手中的树枝，被一把剑抵住了心口。等温情将人放倒后，魏无羡和温宁才从林子里窜了出来。二人扶着江澄走进了一处临时搭建的草棚。温情踏入时，魏无羡已经将人放倒在一张木床上，
自己也在与其并排的木床上躺好。温情秀眉紧蹙，拿过桌上的箱子放在床头，问：最后问一次，你真的决定好了？魏无羡依旧是那副没心没肺的笑脸，只道：决定好了，决定好了，我们快开始吧，江城都要醒了。